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地方叫哀牢山。2024年，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过一个公告白纸黑字写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进入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还有几个补充的硬性规定是，外国人进去需要得到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的批准，然后进去里边不能飞飞行机不让无人机飞，然后呢擅自进去可能会面临着罚款5000元这样。这个规定呢定的就是非常严格。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哀牢山里边出过太多说不清楚的事情。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哀牢山，去找一找那些失踪的人，去看一看里边的怪兽，然后也去听一听当年巫师的诅咒是什么。我带来呢3个传说或者是故事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说离我们最近的你永远也走不到的200米。就是先来说就是这个事情是2021年发生的。2021年11月呢，中国地质调查局派了4个人进哀牢山，年龄最大的32岁，年龄最小的25岁他们进去，这几个人都当过兵也有丰富的就是野外或者是这种荒野的这种生存的经验他们进去干嘛呢？其实就是林业局去做的一些，说白了是一些测绘的工作官方是这样说的，就是进去看看测量一下呀，拍拍照然后这个计划呢是2天，然后呢是说11月13日从浙东镇进，然后呢翻过哀牢山，然后呢第2天从新平县出来大概就是2天。然后等了2天之后呢，就这4个人也没有出来等到第3天第4天还没有出来，那这个事情大家就觉得不对了，他们是不是迷路了，然后就是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派人去找他们当时电话也是打不通的，然后卫星电话也没有人回应。然后后来就是说找了2天还是没找到，这件事情就闹大了。就是当时后来就是说什么武警消防民间的调查队前前后后大概加在一起有2000人吧，都在找他们，就是一寸一寸的翻，就是可以说是翻个底朝天这种吧，都翻干净了。然后到第9天的时候搜救队找到了他们，结果这4个人呢全都没了。后来官方给出的解释说这4个人是失温去世的，但其实知情的人说，其实这里面有一点点不对，有一点点邪乎。为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按道理说失温的人在失温的前一刻他是感觉很热的，他会把衣服脱掉的，这是他的一个就有点像幻觉的东西嘛。但是他们这里边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他当时发现的时候，他是嘴角上扬，带着平静又祥和的微笑。就是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现在说人如果是平静祥和的微笑，其实是很好的嘛。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有点瘆人的，他都出不去了，他怎么还在笑，对吧？然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他就是帽子也戴着，羽绒服也穿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所以他从现象来看，他不像失温然后呢，还有一个第2个呢，就是他们这些人身上都带着汽油如果比如说到了夜间那个温差特别大，他们感觉到冷的话，他们其实是可以利用野外的求生经验，他们可以点火的，但是汽油都是还在的，保存完好的，他们也没有这个生火的迹象这是第2个。第3个呢，就是说找到他们的时候，就是在附近就发现就是有一圈脚印，一直在围着一个圈在走，就是走出来都是一个圈，你上面都是脚印，踩得很实的。也就是说最后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绕着一个圈走来走去。那这个圈其实距离他们要出去的地方呢，大概也就200米的样子，但是这200米他们就一直没有走到这个是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些地质源的事情可以用失温或者是说就是磁场异常等等来解释吧。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不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
鬼打墙和怪物。当地老人呢说过这么一件玄乎的事情，就是以前呀，哀牢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子，村子里呢住着一个老头，他姓李，人们叫他李老头。这个李老头呢就靠采药为生，他就每天去那个山里边采药，然后拿回来卖。就采药这条路呀，他从小生活在他来来回回走了几十年了。可是有一天呢，就邪了门了。他采好药，他觉得天快黑了，他就往家走，怎么也走不到家啊，就是怎么也走不到家。然后呢，走着走着，他觉得这条路是不是走错了？然后他回去，比如说到了哪个岔路口，再换一条路，还是走不出去。然后后来天就完全黑下来了，然后又在大深山里边，然后呢，他就有点害怕了。然后就是很着急，再加上害怕，然后就是手心呀、后背都出冷汗。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自己觉得我就在这里等天亮了再说吧。他就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等着呢，太累了，人一直在走，然后再加上担惊后怕，然后可能一瞬间，比如说精神松懈下来，他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呢，天就有点亮了，然后雾气也散开了，然后呢，他就看到了村子，然后他说，然后他发现他自己在一个山坳里边然后旁边有一棵大树，然后他看一下，说自己当时距村子里大概就500米的样子。然后后来他又跟人们描述，他说，其实当天呢，我走到后来，我看到隐隐约约看到那里有那个亮光啊，就是应该是我们村子，然后我就走，但是就很奇怪的是，我往前走一步，光就好像往后退一步，反而不是越来越近，反而是越来越远。他又走了一步，就又退了一步，所以他就有点害怕了，他就没再走。然后这件事情呢，村里的老人说，其实你不是迷路了，是有什么东西把你罩住了，就是你看到的其实不是正常我们看到的这个路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这里边有个另外的一个怪物，它叫做独角五郎啊。这个东西我们好好说的啊，好好说说啊。这个东西呢，就是当地人就是闻之色变，可以说为什么这么害怕呢？我们先来说说它长什么样子。就是一些老人连着描绘连着画什么的跟你说，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个头不高，有点像9岁10岁小孩子这么身高，但它不是瘦的细细的，它是那种矮的很敦实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身上呢长着黑毛，这个黑毛呢贴着皮长，然后一根一根的，但是太阳光底下呢能看着悠悠的有那种偏红色，就是那种血有点像血凝固的那种暗红色的光。然后呢，那个毛不是我们想说那个小动物那种猫啊狗这种毛，这种柔软的，它有点像刺猬那种，就一根一根的这是它长的毛。然后它最瘆人的长的是它的那个脸，它这个脸吧很瘆人，它这个脸不是我们这种立体的凸出来的，它是像有一个人踩了一下或者拍了一下，它是有点凹进去的，它是凹进去的。然后鼻子上面呢没有鼻梁，就2个洞，然后一呼吸呼哧的，就是往外冒着这个白气。然后嘴巴呢也不是向前凸的，它向下撇的，然后嘴角耷拉着，看着就是像它那种很生气的那种样子。然后呢，嘴巴一裂开来呢，就一道缝，然后一直到耳朵边就有点瘆人这样的。然后眼睛呢也不长在正前面，都长在两边的太阳穴上面。然后晚上呢，就是晚上的看来呢，就是圆溜溜的，然后有点那个绿油油的光，然后就是晚上下来就很吓人，就像有什么东西盯着你一样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呢，就说腿和脚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脚踝的。然后呢，跟我们正常人讲的，它是脚心朝上的，脚背朝上，所以它走的时候就是这样蹦的一蹦的这样走的然后但是它最邪性的东西是什么？还不是它的长相，是说呢，这个东西有蛊惑人的有蛊惑人的这个本事，就是你想谁，它就能变成谁的样子，有点像我们说那种书生跟那个妖精的故事那你就看着它就变成了你现在想的是你老婆就变成你老婆的样子，想的是你老公就变成你老公，想的是父母，它就变成父母的样子了。然后呢，你看着他变成那个样子，你一恍惚呢，你就被他勾走了那他怎么折磨人的呢？他折磨人的方法呢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捉弄你
啊，你走的好好的，他从后边拍你一下呀，或者是怎么一下，然后你看到他了之后呢，他马上就骑到你的脖子上，然后你整个人就被压住了，动弹不得，然后他把你就夹在胳膊下面，翻山越岭的嗖的就往前走，然后你一闭眼，啊，你就很害怕嘛，闭上眼睛这样，然后等你醒来的时候，坐在悬崖边上，脚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吓得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啊，这就捉弄你。第二种呢，就是他很好色，这个东西很好色，男女通吃。他要看上哪个男的或者是哪个女的，他就想方设法逼人家做那种事，你不做，他就缠着你，然后把你搞得精神恍惚啊，像丢了魂一样。就是我们看那个传统的那个妖精迷那个小书生呀，也是这种的，就是你像丢了魂一样，反正时间长了也萎靡不振，这个人也就废了，或者就直接死掉了。还有第三种呢，最有点恶心，有点生气的什么呢？就是他生气的很可怕，他生气了他就会折磨死你。他折磨人的手法呢比较特殊，他是什么呢？他就是把那个牛粪啊、羊粪啊、鸟粪的，就一股脑的往你嘴巴里塞，然后呢你就把你堵的这个嘴巴呀、鼻子孔啊什么都不能呼吸，然后活活的被憋死的，然后还是被这种臭的粪便憋死的啊，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是传说，信不信呢？有你。然后我们现在再把时间线呢往回拉回到2000多年前，说起哀牢山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呢其实存在了几百年，它是一个消失的古国，叫做哀牢国来的。这个国家呢，就是来的时候呢也有一些神秘啊神话的色彩。就是《后汉书》里边记载呢，有一个叫做沙衣的女人，她在河边呢捕鱼，然后碰到了那个河底下的一块木头，回去之后她就怀孕了，就生了10个小孩。然后后来这块木头呢就变成了龙啊，龙就来找自己的小孩，就说：“哎，你不是生了10个吗？”啊，那小孩没见过龙，那个龙肯定也挺恐怖的，又小，然后9个呢就被吓跑了，或者是吓得出事情了，然后只有1个活下来的。这个小孩呢又胆子又很大，他就坐到这个龙的这个背上去了。然后当时那个话呀，古话或者是当地的方言呢，管这个背叫九，管坐呢叫龙，所以他们就管这个小孩叫做九龙。所以九龙呢就是这个哀牢国的开国的国王。哀牢国强盛的时候很大的，有几十万人。后来呢，他就归附了那个东汉。东汉呢，然后就那个国王也献出了地图，然后当时的汉官就来当太守因为一些民族啊，或者是习惯啊，或者一些地域差异吧，所以哀牢国这些人的日子呢并不好过他们也都有点不服气。所以等到公元76年的时候，哀牢国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累劳，他忍受不了了，他就跟东汉打起来了，他就起义了，他就是我们说造反，但其实他就是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嘛。但打了1年多他没打过，然后这个国王呢，就是那个累劳呢就被杀死了。然后当时大部分哀牢国的这个人也都被杀死了，但留了一小部分是存活的，就是藏起来的或怎么样的，就存活下来了。然后东汉呢，就是怕这些剩下的人再闹事，好不容易给他们收复了嘛，然后就派了一个叫宋岳的将军过来收复他们。那宋岳呢带着100多号士兵，就浩浩荡荡的就进去了。他们想的很简单，说我进去这些都是平头老百姓，我吓唬是吧？或者是杀2个杀鸡儆猴的，就把他们就收复了嘛。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当时存活的里边有一个人是他们的最后一任国师，是古夷人。这个人很厉害，他精通巫术，然后还能跟鬼魂对话。哀牢国破之后嘛，他就没有逃，他一个人背着一个法鼓就走到了哀牢山的最深处。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诅咒。当地的老人说，就是国师听说宋岳要来收复他们，他就非常生气，然后呢，他就跪在哀牢山深处的一个湖边。那个地方没人找得到的是他们那个湖水是黑色的，黑漆漆的，然后湖边全是千年的古树，树上画着经幡和那个牛骨头。然后那是哀牢人历代祭祀的这么一个神湖，他在那个湖边跪了7天7夜，不吃不喝嘴巴也裂开了，眼睛也通红的，对吧？这种。然后呢，他对着每一棵树然后呢每一块石头，对着风，对着水，对着地下的鬼魂等等，就
就一遍一遍的一直在念一个什么东西，念的什么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呢，那几天哀牢山就一直有怪事发生，就天空万里无云，然后就打雷，然后湖里面的鱼呢就都死掉了，然后那个动物纷纷的往外跑。等到第7天晚上，国师从湖边站了起来，那头发全白了，然后眼睛也瞎了，但嘴角带着微笑。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以我命换这座山的咒，你们这些外来人进来的一个都别想出去。说完他就倒在了湖边然后老人说，这个国师他的魂没有去投胎他就一直在守护着这片山，这片地，他谁进来了他就盯着谁，他不让你好过就是滇志里边也记载了这件事情，就是宋岳带着100多号士兵进山，结果全军覆没，一个都没出来。然后后来有人进去找他们，找到他们尸体的时候，诡异的是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伤口，然后呢大家都把衣服脱光，然后旁边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就是脸着带着一种奇怪又诡异的微笑。然后有人说了，这个好像跟古代的那个献祭祭祀的场面有点相似然后他们就说宋岳是那个国师诅咒的第一个祭品时间一晃呢，1000多年过去了。清朝的时候，那个吴三桂兵败，他也逃到了哀牢山，他想我逃到大山里面，大家就抓不住我了，对吧？然后呢，他以为进去就安全了，可是没有过多久有些猎人进山，发现了这些人的尸体，就是跟当时东汉的那些人死状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脱得精光的，然后但是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旁边，人光着身子，脸上有微笑相隔1000多年前，相隔1000多年，两个不同的时代的人呢，死法呢几乎一模一样所以大家说诅咒一直在生效你觉得这是诅咒的作用还是一种巧合呢？其实哀牢山这个地方一直就是说是一个神秘的带点邪性的，然后呢又有点让人充满想象的一个地方不知道比如说允许你进去，你敢不敢？你想不想呢？这就是本期的内容，我们下期见。